兄弟们，你们给我支支招呗，我实在没办法了。这新买的房子一天没住呢，咋整啊？这个，哎呀，不用哭，哭也没有用，贷款你照样得还，支招肯定是没有用了，重新支模吧，你就得敲了重新做。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中国的豆腐渣工程备受诟病，网上屡屡传出各种豆腐渣房屋和桥梁的视频。但是让人震惊的是，就连建筑工地上最基本的螺丝、焊接、钢筋等都能造假。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是万万不敢相信，一男子在几十米高的信号塔上进行检修工作时，他无意间摸了一下固定用的螺栓，螺栓竟神奇般的发生了断裂。原以为这个只是巧合，可不料随着男子的一次次触摸，螺栓无一例外全部破损。好家伙，这到底是螺栓偷工减料了，还是长期腐锈导致的呢？你看这个不锈钢螺丝这么一个小的东西都会有假的，你看下面这几颗螺丝又是真的，这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时间检验出来的。这个就是真的不锈钢螺丝，这个螺丝应该当时就买的时候只买的不锈钢螺丝，但是是假。建造房屋是一件大工程，但是就连最基本而又十分重要的焊接都能够造假。一名男士对此感慨说：“一开始吧，我没看明白，他拿个铅笔头搁这上面摁啥呢？这后来我一想，哎呀，你这是造假吧？哎呀，真是别的东西你不会，造假这一块是一个赶十个呀！你说这铁皮本来就挺薄了，你还不好好焊。”更让人感到炸裂的是，2024年的1月，重庆一街道的下水道井盖里不是钢筋，而是一折就断的竹签。生产商呢还说这是轻型井盖，符合国家标准。承重的话，就承载的话，它是分很多等级。我们的产品的话，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看我竹签签，下水道修缮。如果学校栏杆出现偷工减料，不但学生容易逃课，也会给在校学生带来安全隐患。这个视频的字幕很搞笑，学校我也不想逃课啊，但是你这豆腐渣工程。这些年在中国买一个房子到底有多难，相信很多房奴都是深有体会。但是即便是掏空全家积蓄买回来的房子成功入住，也保不准哪天就会出现意外。现在在这里每分每一秒都是煎熬，感觉下一秒房子就要塌了，整栋楼的生命都受到了威胁。这个辛苦是全都他们房子了。空调这个填充用了好多的这个泡沫，你说，所以说这个泡沫的话，一口哗啦哗啦就掉，没有强度，没有硬度，粉化之后就这个样子。这个水泥沙灰层用手一搓，用手一搓就哗啦哗啦掉。开发商房子偷工减料能达到什么程度呢？就连楼梯台阶里面都没有水泥。你在学校没有水泥啊？你看它不烂吗？对吧？你说你这里你没有一个水泥吗？你看，全是沙子。你看你有水泥吗？你这样的房子怎么让人家怎么住嘛？你看你这有水泥吗？中国大陆楼房的天花板很脆弱，是有实力为证的。一名男子竟然踩穿天花板，场面十分吓人。而这也不是个别现象。中国海南三亚月春安置北区房
楼上天花板居然连钢筋都没有，真的是妥妥的豆腐渣工程。装修，我相信它一打它也会这样，这个一点都不假。如果要是打到这里就是一样，反正你们有处理就行了吧。竹竿、钢筋本来是毫不相干的两种物质，但是在中共国，它们却是关系比较密切。你看这个桥梁板，乖乖都是竹竿代替钢筋的，这么大一个板，就一根、2根钢筋，在这里有吊装的钢筋。这是中国某地住宅的混凝土土柱，里面露出来的不是钢筋，而是竹子。那么中共国的钢筋又是什么质量呢？说出真相可能会让你吓一跳。2025年的6月26号，纪录媒浪潮新闻报道表示，河北省霸州市大型住宅项目国运城2区所用的直径为16毫米的螺纹钢，竟被工人徒手掰断好几根。再来一个，那个。1岁呀！该项目包工头季先生说，他在去年施工时呢，就发现工地一批直径16毫米的螺纹钢，质地非常的脆，工人用手就能够把它们折断。他表示呢，按理说16毫米的钢筋，别说折断、折弯都很难。季先生向国运城2区项目的承诺单位中冶天工反映，结果对方竟然拿出了检测报告，说钢筋合格。季先生又向霸州市住建局反映了钢筋的问题，但住建局下属的质检站首先回复说，被投诉钢筋都有合格的质检报告。在他多次反映以后呢，质检站又到工地现场抽检部分钢筋，最后仍然说钢筋是合格的。霸州市住建局最后回来回应说呢，已经分2次对该项目的楼盘钢筋进行抽验送检，都符合设计和规范的要求。而反映事情的季先生却被总包单位给清退了。有网友表示，先查查说合格的人吧。那么也有人指出呢，有良心的工人 vs 智慧扣的制服人。从手掰钢筋、竹竿代替钢筋，听起来呢都好像是笑话，但是这堪称是魔幻的一幕一幕，就在现实中活生生的在上演着。更为夸张的是，即便是中国的钢筋质量这么差，有些桥梁在断裂时，里面竟然没有发现钢筋。2024年8月8号，贵州黔东南三税县水岸龙亭大桥突然间垮塌，桥断裂面却没有看到一根钢筋。阿爷，好厉害哦，好恐怖！哇！中国某地一个高速隧道出口发生坍塌，因发现的及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有网友表示呢，中共工程是名副其实的豆腐渣。高速路基，大家看视频发现有钢筋吗？这可是1公里1个亿的造价。
为什么如此多的交通厅长、局长在监狱采风任机？中共独裁体制不死，中国人民永远没有安全。走在大街上，也容易遇到豆腐渣工程。2025年的6月22号，上海市七宝老街右多家商铺的屋檐突然间出现连片坍塌。有网友说，当时给我吓得腿都软了，我刚从店里出来就掉下来了。2025年6月23号，云南省临沧市云县大街路面突然坍塌一个大坑，而一辆轿车恰好经过这里。幸运的是，轿车在最后一刻惊险飞越了大坑。因为连日的暴雨，2025年6月3号，广西省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一个路段突然间发生塌陷，多辆路边的汽车掉进大坑里面。6月24号，贵州省下荣高速三都县前往榕江县路段的一个高架桥突然间垮塌了，有多辆轿车掉进谷底，有一辆红色大货车车头悬在半空当中，司机等待救援。有路人劝阻后面的司机不要向前开车，别走了，别走了，退回去，退回去。我打电话真打不通啊！没信号，我没信号啊！都没信号，我们也没有信号。你命大啊，兄弟啊，这个危险啊，只能要等消防来了。那我打一个消防打不通啊！没信号，都没信号啊！你们往后面的车去稳住啊，不要过来哦。啊，唔能有过噶，唔能。那有个小车，那边有2个小车啊！不要往这边走了，往那边走，这边就裂开了，退开，快点！据悉呢，这名被困的司机已经获救了。有网友感叹地说，刚看到同事发来的视频，他们从广西玉林回去，老家路都断了。新冠、台风、洪水、地震，天灾不断。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我们都知道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且行且珍惜。也有人表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又是高速桥梁坍塌？是设计施工的问题，还是大货车超载造成的？全力以赴救援坠桥司机，愿坠桥司机平平安安，然后查明责任，严肃处理。2024年2月22号，广州南沙立新沙大桥被一艘空载集装箱货船撞击到桥墩，导致桥面断裂，4辆车和1辆电动摩托掉进了水里，5人丧生，2人受伤。现场是那个货轮这个撞到这个桥墩了，然后桥断了。断了以后，刚好是掉到这个船的里面来，到里面来，然后上面的车辆呢，就有一辆这个货车跟一辆这个公交车，然后在这个还有个摩托车女士的那个，发现呢就是公交车有个人员被困，然后货车呢是还没发现，也不排除被埋压在这个公交车的下侧。X 平台网友海外爆料对此评价道：“一艘空货轮把一座大桥给撞垮了。”这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共国的建筑质量，烟花都可以把钢筋混凝土的房子外墙烧一个窟窿。不管民用还是公共建筑，如果认真进行质检，基本上你找不到合格的。所以中共国另辟蹊径，降低安全标准。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的豆腐渣工程呢？答案还是与中共的体制有关系。来自云南工程的施工人员张正林亲眼见证了云南省曲靖市高速公路隧道工程在修建过程中存在严重偷工减料和违法变更设计等问题。他向海外的中文媒体披露，隧道要挖出一个洞，然后要烧筑铺设钢筋，在施工过程当中，钢筋与烧筑的量被省略了很多。据我粗略的估算，一条隧道算下来，减掉的材料价值超过了2000多万元。那一条隧道长是1400米，而双向就是2800米。张正林表示，以7米左右一模的仰拱为例来说，拱架间距是60公分，需要装12平拱架，
但实际施工中却只安装了养供末端最后的良品，以此来应付第2天的检查。第一层弧形工程钢拱架间距是80公分，需要用喷射式的混凝土来覆盖，俗称是喷锚。在凝固后才布设2层钢筋网，间距是20公分。但在实际施工时呢，只象征性的绑扎焊接边墙处的2层一排，中间一整块面积都没有绑扎钢筋网。张正林指出，养供混凝土填充施工过程中呢，存在严重的偷工减料现象。用泥土废渣垫底，混合填充需要的浇灌的混凝土方量，原需要浇灌150公分左右的厚度的混凝土，实际上只浇筑不到50公分。当时每个月，老板都叫张正林开挖掘机偷掉项目部的钢材装到大货车上。老板1个月让他偷2次，一次偷5到6车，一车有40多吨，而且有专门的流通渠道。但新的钢材不可能按废铁卖，他只负责把钢材吊上车，这些新钢材拉到哪里去，他也不知道。张正林说，总包公司的钢筋加上工厂劳务管理全外包给了施工的公司。国营企业只按照设计钢筋用量进库，这样缩减了多少工序，就能有多少利润。他们偷运走的钢材都是根据缩减的工序用量计算出来的，审计来查呢，账目也是没有问题的。张振林表示，参与竞争的公司为了拿到工程，不惜报出低于正常施工的成本价，拿到工程怎么保证拿回本钱还能够盈利呢？但是他们会缩减工序，缩减或省略钢材与混凝土的用量。这些都是习以为常的潜规则。张振林指出，中国工程建设这些黑幕只是共产党统治下的九牛一毛，是中共的制度造就了这一切。中共官员都是上级任命的，他们考虑的第一要素永远是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人民和事情的本质负责，而这只会恶性循环。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